2年前，一伙劫匪冲入宝庆银楼抢劫，很快特警就赶到了现场，准备突袭解救人质。这时，店内顾客老严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地上。警方通过监控画面看到老严倒在地上，赶紧叫停了行动。医生米卡见状，连忙小心翼翼地举手表明身份，并简单地给老严做了检查。米卡告诉劫匪，老严情况危急，必须马上送去医院。劫匪看着外面重重包围银楼的警察，心烦不已，一时激动开了枪，场面顿时陷入混乱。警方赶紧调整行动部署，找准时机突袭劫匪。打了劫匪一个措手不及，冲进银楼的特警们赶紧让顾客们撤离，而米卡却被劫匪挟持了。劫匪让米卡拿着手雷，自己则拿刀抵着米卡的脖子，叫眼前的特警邢克磊放下枪。邢克磊没有慌乱，开枪准确地击毙了劫匪，又赶紧伸手和米卡一起握住手雷，并让米卡千万不要松手，只要米卡不松手，手雷就不会炸。米卡十分紧张，控制不住的手抖。邢克磊为了转移米卡的注意力，便和他聊着天，问着米卡的身份姓名，并让米卡慢慢地站起来。但米卡却不敢站起来，邢克磊警耐心安慰鼓励着米卡，慢慢地将米卡扶了起来。两人慢慢地走出银楼，警方的防暴组已经准备好了。邢克磊让米卡一根根地松开手指，换他按住手雷，成功交接手雷后，邢克磊赶紧让其他刑警把米卡带走，自己则负责处理手雷。米卡离开一段距离后，身后就响起了爆炸声。米卡忍不住回头看邢克磊的情况，却只看到了一阵浓浓的硝烟。很快2年过去了，米卡早已回归了正常生活。这天，他正收拾着东西，准备去参加这个应急救援集训。院办贺主任向众人介绍了这次的训练教官：猛虎突击队副队长束文波。束文波简单的自我介绍了一下，并说自己是副教官，这次集训的主管教官是邢克磊。束文波又介绍起这次集训内容，说这次是封闭式集训，为期2周，如果要请假，必须要有主管教官邢克磊签字的请假条。简单介绍完训练内容，束文波就让众人回去换衣服。10分钟后就到操场集合，开始训练了。到了休息时候，同事陈涛拿着水向严山和米卡献殷勤，严山却不想理会，又问米卡请假的事情。原来米卡想要回医院参加神经外科专家邵雨涵博士的交流会。米卡的朋友小满病情反复，米卡很想和邵雨涵见一面，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。下午的训练很快就开始了，米卡找束文波请假，束文波给邢克磊打了个电话，邢克磊正在开车回基地的路上，没有接电话。束文波便不肯给米卡准假，米卡无奈，只能趁训练的时候偷跑了。米卡在路边刚好拦下了邢克磊的车，希望邢克磊送他回医院。邢克磊答应了。路上两人攀谈起来，米卡不知道邢克磊的身份，还讲了许多邢克磊的坏话，然后邢克磊也没有表明身份。很快米卡就到了医院，邵雨涵刚好开始给患者莫小辉做手术，并开始了手术直播。这次交流会原本是主治医师级别的会议，但米卡还是偷偷溜了进去。手术进行到一半，莫小辉突然开始抽搐，又出现了手部麻痹。邵雨涵十分沉着冷静，他早已做好了所有预案，成功将莫小辉脑内的肿瘤切除了。会议室的医生也纷纷鼓掌，赞叹着邵雨涵的专业。邵雨涵指点了几句，便准备和张院长去看病人的情况了。米卡等邵雨涵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后，赶紧拿着小满的病历想找邵雨涵请教。邵雨涵忙着赶飞机，米卡边走边和邵雨涵说着小满的病情，希望邵雨涵能看一看。邵雨涵却说米卡对病患投入太多的情感，这很不专业。米卡反驳道，如果说麻木就是专业，那他宁愿永远不专业。邵雨涵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过了米卡手里的病历，并要了他的联系方式，说自己看完以后会回复米卡。虽然对病患投入太多感情很不专业，但相比麻木，还是前者好些。米卡见完邵雨涵后，赶紧赶回了训练基地。他又碰上了邢克磊，跟着邢克磊回去的时候，听到基地的人喊邢克磊队长，米卡才反应过来，眼前的人就是邢克磊。邢克磊一脸严肃，叫束文波拉铃，
叫他们紧急集合。所有人都集合后，邢克磊叫了张青青和陈小燕出列，这两人下午骗舒文波来例假，来逃避训练。刚刚那个邢克磊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，知道他们欺骗了舒文波，便叫他们在操场跑10圈作为惩罚。两人心虚不已，不敢反驳，只能乖乖的去跑步了。邢克磊又教训剩下的人，重申了训练基地的纪律，并说今天下午有人偷跑出营地。邢克磊没有说是米卡，只说他们是一个集体，一人犯错，全体受罚。刚刚集合，迟到了15分钟，现在全体罚跑15圈，好不容易跑完了15圈，邢克磊又告诉众人这个集训的意义，让众人认真对待，并说明天将开始真正的训练。米卡和严山休息时吐槽着邢克磊，严山有些担心米卡得罪了邢克磊，很可能拿不到结业证。米卡心里也没底，第二天一早便想去找邢克磊道歉，但邢克磊却说私自出营理应开除，但他还是心软了，只给米卡扣了30分，记他一次大过，并说再有下一次就让米卡走人。米卡连忙答应。临走前，邢克磊又让米卡在训练结束后把厕所扫了，米卡也答应下来。米卡走后，邢克磊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贺卡，那是米卡之前给邢克磊写的感谢卡。邢克磊没想到两人如此有缘分，竟然还能再次相见。但因为邢克磊之前救米卡时蒙着面，米卡便没能认出邢克磊来。米卡因为打扫厕所错过了浴室的开门时间，米卡正想离开时，邢克磊突然出现，让他把那个浴室也打扫了，并把浴室的钥匙给了米卡。其实邢克磊是为了能让米卡洗澡，故意这么做的。米卡也反应过来邢克磊的用心。第二天训练时，邢克磊原本要接受一个采访，但他突然改了主意，让舒文波去接受采访，自己则亲自去带学员训练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米卡洗了个头，邢克磊还在旁边帮米卡倒水。米卡抬头一看是邢克磊，吓了一跳，正想走时还滑了一跤，抱着邢克磊双双摔倒在地上。这一摔呢，米卡想起当时就自己的特警也是这样抱着自己倒在地上，两人有些尴尬。米卡赶紧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。邢克磊带训练时，电视台的编导阮青夏也到了训练基地，舒文波负责接待阮青夏，便先将他带去了宿舍。舒文波用力一提行李，阮青夏的行李箱就坏了，行李箱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，舒文波十分愧疚。而这边米卡的训练也不顺利，米卡自认为自己运送伤员的项目已经合格了，但邢克磊让他亲自躺上担架体验了一下，米卡这才知道自己的问题，只能服气受罚。临走前，米卡把头盔还给邢克磊，却在邢克磊拿到之前松了手。米卡解释自己手抖没拿稳，邢克磊却说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，又叫米卡下午2点单独找他训练。外科医生手不能抖这句话2年前邢克磊也和米卡说过。米卡听着这熟悉的话语，陷入了沉思。米卡去找邢克磊训练时，邵雨涵突然打来电话，希望米卡能带小满到医院来做一些补充信息。米卡一听是小满的事情，当下也顾不上训练，和邢克磊说自己有事便走了。米卡带着小满去了医院做检查。邵雨涵说，国外的研究所针对这个病研究了新药，效果很显著，而且针对新药还有配合治疗，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外进行，他可以帮小满争取这个机会。小满却有些犹豫，米卡看出小满是担心费用问题。邵雨涵说，因为是医学研究，医疗费用是可以免除的，但在国外的生活费需要小满自己负担。米卡劝说小满去国外治病，生活费的事情自己可以帮忙。米卡再次私自出营，惹怒了邢克磊。邢克磊按照之前说好的准备开除米卡，米卡极力想要解释，邢克磊却说在这里纪律大于一切，如果在这里米卡都能用私人理由私自出营，那他不确定在真正遇到危险时米卡会怎样选择。米卡被邢克磊训得十分委屈，说自己绝对不会走的，自己是真的想要学点东西，不仅仅是为了结业证。这一幕被舒文波和阮青夏看到，阮青夏和米卡是朋友，当下上前安慰了米卡几句。晚上，米卡边做卫生边和阮青夏聊天，说着这几天的艰辛。这时邵雨涵打来电话，说他找到一家慈善基金，愿意帮小满出一部分费用。
这样加上米卡的资助，小满就有救了。米卡十分高兴，心情顿时好了不少。第二天，邢克磊开始和学员们进行野外训练，每组学员都有一名特警配合，所有的学员都分配了特警，但却迟迟没有叫米卡的名字。邢克磊看了米卡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就带队出发了。米卡叫住邢克磊，问他为什么这么针对自己。邢克磊却说，要是自己针对米卡的话，米卡上一次私自出营，他就开除米卡了。邢克磊让米卡先去解决自己的事情，等明年再来训练。说完，邢克磊便走了。米卡仍然不肯放弃，在基地门口和阮青夏一起等着邢克磊回来。这时，一个老人拿着一袋东西和门口值班的警察说要把东西放在门口。值班警察不肯，两人的争执引起了米卡和阮青夏的注意。老人李叔是山上的孤老，前2天山上泥石流爆发，邢克磊带人援救时就下了李叔。李叔心存感激，隔三差五的来给邢克磊送东西，邢克磊却执意不收。值班警察收过一次，被邢克磊批评了一顿，那值班警察就再也不敢收了。米卡好心的先替李叔保留了东西，又提出送李叔回去。深夜，阮青夏在门口还没有等到米卡回来，正好被邢克磊看见了。邢克磊有些担心，赶紧上山寻找。他给米卡打了电话，米卡的手机却没有信号。米卡在山里迷了路，又不小心从小坡上跌下崴了脚。好在他听到了邢克磊的呼叫声，赶紧出声表明自己的位置。邢克磊想要扶起米卡，发现米卡实在站不起来。邢克磊犹豫了一下，最后将米卡背了回去。邢克磊把米卡背到了医务室，米卡自己处理起伤口，又说起自己是送李叔回去。邢克磊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，而且阮青夏把米卡的情况汇报给了邢克磊的领导，然后邢克磊最后还是让米卡归队继续训练了。舒文波知道阮青夏去找邢克磊的领导郝队后，以为是阮青夏利用职务便利，让郝队给邢克磊施压，留下了米卡，还数落了一通阮青夏。阮青夏有些生气，邢克磊告诉舒文波，阮青夏只是去说明了情况，并没有让郝队开后门。舒文波追悔莫及，赶紧去拍摄现场找这个阮青夏。阮青夏见舒文波来了，便要拍摄舒文波高空锁降的视频。阮青夏心里还在生气，借口视频拍得不好，一遍一遍让舒文波高空锁降，害得舒文波一不小心拉伤了旧伤口。视频拍完呢后，舒文波向阮青夏道歉，并说自己的伤没有什么，然后阮青夏心里有些愧疚。下午，阮青夏又收到快递，原来之前舒文波把阮青夏的化妆品打碎了，他便又买了一个给阮青夏，但不知道自己买的是山寨的。虽然是山寨的，但阮青夏却被舒文波的用心给打动了。邢克磊突然紧急集合了学员们，并开始模拟综合训练考核，模拟了一名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滑入山谷需要救援的情况，和之前训练时一样。每5人一组，每组都有1名特警保护学员，但不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。邢克磊念了成员分配，分别严山、陈涛、聂小辉、刘荣和米卡。邢克磊亲自带这一组。米卡这一组率先找到了伤者，但就在要救助伤者时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消息，第2组人员发现了情况危急的伤者，急需登山绳。米卡见自己这组的伤者伤势并不危急，便决定将登山绳先给第2组的人员使用，其他成员也只好同意。因为米卡帮助了第2组人员救助伤者，耽误了时间，他们这一组用时最长，但邢克磊却给了他们最高的分数，并表扬了他们根据伤者情况决定救援次序的做法，并提醒米卡注意绳索的基础训练。米卡缺课那天没有学习绳索的基础训练和锁降，为了补上这门课，便去找了特警理念补课。米卡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刚走，邢克磊就带着绳索来找自己了。邢克磊到训练场看到理念在叫米卡后，心里有些不爽，便默默离开了。下午，舒文波带阮青夏到野外拍摄实战训练，拍摄到一半，阮青夏突然想上厕所，但特警训练时是不允许上厕所的，野外也没有厕所。那阮青夏也不愿意就地解决，舒文波只能开车带阮青夏回去找厕所。好不容易找到了地方，阮青夏着急下车要去上厕所，可他的衣服被椅背挂住了，舒文波
赶紧叫住阮青夏，说他在动，他的衣服就全部豁开了。阮青夏赶紧让舒文波帮忙，但却让衣服滑得更开了，然后阮青夏赶紧让舒文波把衣服脱给自己，舒文波只好照做。然后阮青夏上完厕所出来，看着舒文波在外面傻傻的等自己的样子，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，他突然一下子喜欢上了舒文波。很快训练考核就进行到最后一项高空锁降，米卡看着27米的高楼，心里有些害怕。邢克磊看出米卡很紧张，便鼓励了米卡2句，但米卡还是放松不下来。学员们纷纷顺利下了楼，很快楼顶上就只剩下米卡一人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米卡鼓足勇气开始下楼，刚下到一半，米卡恐高发作吓晕了过去，没能完成考核。邢克磊为学员们准备了结业晚会，并在晚会开始之前给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。但米卡因为没能完成所详，邢克磊本着负责的态度，没有给米卡结业证。米卡并没有气馁，他知道自己现在确实没有资格拿结业证。大家散开后，米卡一人在山顶散心，邢克磊走来安慰米卡，还开玩笑说米卡是不是想不开，米卡却说自己的命是别人拼命就下的，他会好好活下去。米卡说起2年前自己被劫匪挟持的事情，还一直夸赞着当时就他的特警叔叔。邢克磊心里有些无语，对米卡把自己当作叔叔的事情十分介意，还问米卡是不是看错了。米卡却说那个特警十分沉稳，又临危不乱，肯定年纪不小了。晚上阮青夏也来凑结业晚会的热闹，并和米卡说了自己喜欢舒文波的事情。很快结业晚会就开始了，陈涛说他们让教官虐了2个星期，现在是要虐回教官的时候了。说着就给邢克磊戴上了一个可以测心率的手环，并说要是一会儿他们如果能让邢克磊的心率上100，邢克磊就要接受惩罚。其他学员都让邢克磊做各种运动，结果都没让邢克磊的心率上100。到了米卡，阮青夏便让米卡用美人计和邢克磊比瞪眼。2人对视的时候，邢克磊的心率不断攀升。这时有人将米卡推向邢克磊，邢克磊下意识抱住了米卡，这下直接让他的心率飙升到120。众人纷纷调侃邢克磊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愿赌服输。邢克磊只能接受惩罚。惩罚完，邢克磊、陈涛等人又起哄要惩罚舒文波，然后邢克磊趁机溜走。米卡担心邢克磊刚刚被整得难受，还给邢克磊递了瓶水。米卡去上厕所时，突然收到手机 APP 的提示，8公里外发生了一场车祸，需要紧急救援，情况危急。邢克磊和米卡赶紧赶去了现场。现场的卡车卡在山路边缘，司机也被卡在驾驶位上，一直流血。米卡提出自己上车为司机止血，否则就来不及了，但邢克磊却担心米卡的恐高发作。米卡却十分坚持，他为了救人拼命克服着自己的恐高，但还是不慎滑倒。幸好邢克磊死死拽着绳索，才救下了米卡。米卡缓过来后呢，又开始尝试进入驾驶室。这次邢克磊用身体做桥梁，让米卡从自己身上爬到了驾驶室。米卡赶紧查看了司机的情况，让司机恢复呼吸后，赶紧给司机进行止血。终于坚持到了救护车赶来，救护车将司机救走后，米卡才发现邢克磊的额头磕破了，但止血绷带已经用完了。情急之下，米卡只能用自己的吊带背心脱下，给邢克磊做了包扎。第二天一早，邢克磊去找了领导郝队，申请给米卡补发紧急救援结业证。然后郝队有些意外，明明之前是邢克磊亲自毙掉了米卡的结业证，怎么现在又让自己给米卡补发呢？邢克磊赶紧解释说，昨天米卡的表现说明米卡可以克服恐高的缺陷。郝队也听说了此事，他表示给米卡补发结业证没有问题。不过他问邢克磊是不是看上了米卡，要借职务之便来追求米卡。邢克磊赶紧否认。郝队说谈恋爱没有问题，但要是和医生谈恋爱，2人都顾不了家，那才是问题。说完便给邢克磊签了字。仁心医院里，贺主任告诉几位刚刚集训完的医生，这次能进神经外科的医生只有1人，其他人都只能留在大外科，让他们自己好好努力。盐山的实力强啊，
大家都觉得最后肯定是严山能进神经外科。贺主任走后，米卡和严山乘电梯准备上楼，正好碰到同事送急诊的病人上楼做检查，还说手术电梯被人占用了，只能走工作电梯，并拜托两人将病人送上去。电梯运行到一半，却突然出了故障。